这个漂亮的女人为了1000块，甘愿被丈夫卖到大山里给别人当老婆。她计划着等钱到手就偷跑，这简直是在赤裸裸的骗婚了。但当她推开门傻眼了，领着她的男人吆喝一声：“老婆，我带回来了，还待着干什么？你们都出来吧。”接着从几个角落里窜出7个男人。原来那1000块是7个男人凑的钱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女人要给7个男人当老婆？当她想逃跑时，7个男人将她五花大绑到楼上，他们用饥渴的眼神看着女人，他们不顾女人的呐喊，就这样强行将生米煮成熟饭。女人最终会如何呢？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90年代出品的华语电影《范母暗拷》。女人名叫九金，卖她的7个男人故事各不相同，但唯一的共同点就都是劳改犯以及对女人的饥渴。九金想逃跑时已经为时已晚，他们在楼上办事时，只有牛车一人独自坐在门口，他抽着闷烟，也许是良心不安，因为酒精是他买回来的。等所有人都完事后，他给酒精盖上被子，却被酒精一巴掌打过来，大骂他不是人。第二天，7人上山干活时，为了防止酒精逃跑，就将酒精绑在身后。原来这7个人除了下地干活，就是上山偷伐树木。他们凑齐的1000块正是偷伐树木赚来的。午间休息时，眼镜哥给酒精松绑，并送来了热腾腾的地瓜。就在这时，负责放哨的泥鳅拉响警报，原来林警来了。7人害怕偷伐树木被发现，只能极力保持树木的平衡，不让树倒下，不然肯定会引来林警的注意。酒精趁着这个空档伺机而逃，但随着一声枪响，酒精愣在原地。原来他目睹了林警枪决了偷树的劳改犯，于是7个劳改犯再次将酒精五花大绑带回家。这一晚，7人决定改变策略，因为酒精是他们共同买回来的，属于共同财产。于是他们决定抽签分配酒精的时间问题，1周刚好7天，刚好每人1天。就这样，酒精每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，受尽了屈辱。不过这也怪酒精太傻，在偏远山区，他们将女人当作商品来卖。街头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，站着几名胖瘦不一的女人，而这群男人就在这边不断的挑选，1斤就卖15元。牛车左挑右选，就选中了酒精。人贩子谎称酒精是大姑娘，实则酒精已经嫁人，而最近他的儿子娶媳妇缺聘金，于是老公便想出假意将酒精卖了，钱到手后就逃回家。在这个小地区，由于贫穷，很多人家都靠卖女儿给儿子娶媳妇，但酒精并没有生出女儿，常常受到丈夫的冷眼家暴。最后丧尽天良的丈夫就想出了这招骗婚，只是酒精没想到自己竟然是给牛车等7人当老婆。酒精在第一次逃跑失败后，大家对他的看管更严格了，他们现在开始轮流看管，当天轮到谁，他就跟谁绑在一起。虽然酒精失去了自由，但他却发现这7个男人对他很好，不仅不让他干活，还把他当公主一样宠着。比起家暴的丈夫来说，强了100倍。酒精甚至萌生了不想回去的念头，但他没忘记儿子还等着他卖身的那1000块聘金呢。这7个男人中，每个人各有故事，唯独最小的泥鳅对他不感兴趣，他暗恋村里的麻风病的女孩，但那个年代麻风病就像绝症一般，还会传染，所以泥鳅只能远远地看着。这天，镇长要来村里检查，众人将酒精藏在山上的堡垒里，这也给酒精第2次逃跑的机会。跑着跑着，酒精却跑进了麻风病患者基地，7人只能在周围转悠，谁都不敢上前救人。这时，还是牛车奋不顾身，冲进基地将酒精带了回来。面对酒精这次逃跑，几人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将酒精泡在水里并加入酒精，防止酒精感染麻风病。恰巧这时队长突然来了，他们害怕事情败露，只能将酒精按在水里。搞笑的是，队长还问几人煮什么好吃的，想尝尝，几人只能搪塞过去。哎，我们在见面老说是炒肉啊，炸老鼠啊。原来队长是来通知几人要安排节目演出。晚上，酒精看着几个大男人在那里表演的不亦乐乎，也跟着笑得很开心。但真正上台表演的时候，胖子突然忘词了，把广场说成放屁。这下把书记给惹恼了，这是赤裸裸的侮辱啊！他们要将几个男人流放，7个男人焦虑极了。晚间牛车路过书记办公室时，听到他在跟别人讲话。原来省委书记喜欢虎鞭，说是可以一行不行。牛车顿时有了主意，他主动请缨要将公赎罪，如果打不到老虎的话，再将他们流放。7人知道老虎凶猛，这一去九死一生，于是同意放酒精下山。几个人在抓捕老虎的时候，将一只羔羊当诱饵，但其中1人因为紧张放了空枪，
老虎有了警觉，慌忙逃窜。其中一人因为抓捕过程中被老虎咬伤，所幸队长带人赶来，几人一起打死了老虎。晚上7人回到家后，发现九金并没有离开，笑得更灿烂了。九金还用心地数着，发现7人一个都不少。虽然抓到了老虎，但书记还是要求他们选出1人发放青海劳改。7人为了公平起见，决定抽签，谁抽到最短的就让谁去。几人战战兢兢，最后被年纪小小的泥鳅抽到了。晚上，泥鳅鼓起勇气来到麻风病女孩身边，就这样私定终身，双双自杀。泥鳅死后，他们流放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，他们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。这时，九金还传来怀孕的喜讯，几个人都争着，都说孩子是他们自己的，但九金知道孩子是谁的都不重要，此刻他们就像一家人。但好景不长，一次九金在树林里与眼镜哥约会，被队长发现了。在这个小村庄里，女人简直是稀罕物，队长无耻地要求借走九金。6个男人听到这消息瞬间炸锅，这里没有几百个也有几十个男人，他们怎么舍得九金就这样被糟蹋？几人商量着，不然就放九金下山吧。几人凑齐九金的路费。第二天一早，牛车带着九金下山，但队长带人在后面穷追不舍，牛车只好与九金分开跑。但不幸的是，牛车在逃跑过程中跌落山崖，一命呜呼了。很快，小队长追上了九金。此时眼镜哥等人出现，他们为了保护九金，拿出武器挡在九金面前。队长怕出事，只能放弃追赶九金，而九金也在逃跑中运动过度流产晕了过去。至此，几人买妻的事情暴露，九金和剩余的5个丈夫被抓到警局。九金被判骗婚罪，但法官念在他是初犯又是受害者，被教育一番后当庭释放。而另外5个男人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多谋骗婚、砍伐森林、走私木材，判有期徒刑2年7个月。而九金的儿子前来接母亲，九金将1000元给了儿子后，儿子却不愿接母亲回家，因为他被7个男人买去做老婆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，他们不想成为村里的笑话。就这样，九金独自离开，谁也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。影片被称为重口味的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，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，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走到了一起。影片非常敢拍，大胆揭露了人性的黑暗面，